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有个进士叫张英，春试时中了2甲第1名，先是去了福建泉州任官，因为在任期间清廉勤政，后又调任到京城兵部任职。夫人刘氏随他一起到京，谁知水土不服，还没3个月就一命呜呼了。张英与妻子也算共甘苦过来的，妻子身亡，心中悲痛，将他丧事办完发了棺木回乡。自此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寂寞无比。后来他领了个陕西巡按的差，想着家里偌大家业没人照理，可如何是好，还是得娶个夫人才是。想回江西老家找个续弦，苦于寻不到绝色美女，二婚自然得寻个合心意的。听说扬州水土养人，那里美人各有千秋，干脆改了马牌，先去扬州公干，娶了夫人再去陕西上任也不迟。到了扬州，安顿在驿站，当下就让掌管驿站的官找来一个媒人，吩咐道：我要娶妻，容貌必须为上品，此乃必须条件，你按着这个要求去找，不要耽误事。媒人叩头，出了驿站门，一路上想，只有东码头莫建生的女儿，可谓是姿容绝世，气质不凡，她可以满足大人要求。于是直奔莫家，告知来意。莫建生心疼女儿，问媒人，这是娶妻还是纳妾？如果续弦我同意，若是纳妾，那就不必再提。媒人再三保证，嫁过去那就是当家夫人，这点可以保证。莫建生听闻也就不再为难，当即肯了。媒人赶紧回到驿站，将好消息告诉张英。张英欢喜道：我上任时间紧，没工夫打听，就相信你眼光了。明早送礼，明晚在船内成亲，后天出发前往江西安顿好夫人后即刻上任。这事可全赖你了，可要帮我招呼妥当。媒人拍着胸脯道：莫家女儿是我此生所见，大人可安心。晚上媒人直接在驿站睡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带着聘礼缎匹钗环及聘金300两送到莫家。因时间紧，莫建生来不及打点嫁妆，直接赔银500两，亲自送了女儿上船出嫁。等婚宴结束，众人散后，张英掀起新娘盖头，将她细细一瞧，闭月羞花，犹如仙女下蓬来，娇媚入骨。张英自然喜不胜收，将她小衣解下，道尽一夜恩爱。一路上夫妻俩如胶似漆，宛如鱼入水，鸟入林，天性如此，道尽风流。不知不觉到了丰城县，将前妻追封诰命，又为莫氏请号命，将亲戚邻居宴请一圈，家中大小事全交给莫氏掌管，就前往陕西走马上任去了。莫氏原先在家中受尽父母宠爱，平日也没受到管束，扬州各处都玩遍了，过得是十分快活。嫁给张英，虽然是做了官夫人，却也拘束，远远没有闺中自在。张英上任后，过了2月，莫氏在家中待不住了，便唤来随身侍女爱莲问：这有什么地方好玩的？我想去散散心。爱莲深知夫人性子，早将此地好玩的地方打听清楚，从善如流答道：夫人，城外有一座华严寺，听说那里十分热闹，可以去看看。莫氏听完，面露喜色，迫不及待说道：那还等什么？快些给我梳妆打扮。等莫氏收拾完，随即带上爱莲，唤来轿夫抬去了华严寺。下轿一看，钟楼耸立如在云端，垫脚挂着金铃，随风摇荡，发出悦耳之声。香炉内氤氲如祥云，宝相森严，让人生畏。莫氏朝佛像拜了4拜，之后前往后殿回廊四处看了看，觉得有些累，便上轿回了。这对莫氏而言只是一次简单出行，然而对寺中一个暂歇的卖珠子客人可谓是惊涛骇浪。那卖珠人名叫邱继修，
祖籍广东，年方20，生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妇人。家中父母让他来江西卖珠子，于是暂歇在华严寺中。那天在殿中闲逛，忽然看见莫夫人，顿时惊为天人，不知不觉中随着他的轿子来到张府前，见夫人进了府内，于是在外徘徊，细心打听，知道她是张御史夫人，扬州人。张御史前往陕西上任去了，留他独自在家。邱继修回到寺中，想着那惊鸿一瞥，不由得痴想，我在广东虽然同不少妇女相好，却从没碰到这般雅致美人，该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到张府见她一面？如果能得偿所愿，真是死也值了。苦苦思索，灵光一现，有了，只要装作卖珠的婆子，借着卖珠之名，即刻进她内房，说不定还能成一番好事。天亮后，邱继修赶忙去到卖成衣的铺子，买了女子衣裙，换上后又将裙子系低，将一双大脚挡住，到颈边一照，瞧着同妇人一样，分不出端倪。随即他取了一包好珠子，还有一串小珠，大着胆子来到张府。管门的见是卖珠的婆子，也没拦着，将她放了进去。邱继修心跳如雷，一步步走到堂后，莫氏正在天井那赏鱼。邱继修用扬州话喊道：“奶奶万福，我这有美珠，送给夫人看下，有满意的可买些。”莫氏道：“既然有好珠子，那到我房中看罢。”邱继修跟着进了闺房，上下一看，布置得甚有雅趣。莫氏让爱莲去泡茶，邱继修将一包好珠子递给他，莫氏细细跳了10余粒，问：“还有吗？”邱继修笑道：“还有。”然后取出那一串小珠，那串珠可有心思在里头，上头打了结，下面故意不打，他用手指头捻住下面，送给莫氏看。莫氏一接手，邱继修就将手一放，一串珠顷刻间全滚了地上，四下散去，惊得莫氏满脸通红。邱继修忙道：“夫人没事，我捡起来便是。”说完就蹲下身去找，过了会捡起来30来颗，对莫氏说道：“那串珠有60颗，现在只找到一半，估计滚到地缝中了。今个天色已晚，我明天再来找罢。”莫氏却怕遇上讹人的，直接说道：“万一你明天来找，寻不齐60粒珠，到时说是我府里人拿走的，那可说不清。今晚你直接在这歇了吧，明早再寻，免得生了事端。”邱继修觉得自个肯定被佛祖保佑，这才想什么来什么，心中欢喜得很，口中客套道：“怎么好打扰夫人？”莫氏回道：“无事，只是要差人回去同你丈夫说下。”邱继修差点笑出声，硬憋着板着脸回道：“丈夫已死2年了，无妨。”莫氏顿时觉得自个冒犯了，不好意思问道：“不知尊姓？”邱继修回道说：“姓邱。”莫氏唤来爱莲，准备一桌酒菜请邱妈妈。吃饭时，爱莲在旁伺候。莫氏吩咐道：“你这样走来走去，小心珠子踩到缝隙被你淹了，明天找不着了。你把酒壶放着，去用晚饭，晚些时候再进来。你先将鞋底摸下，再去吃饭，免得沾了珠子出去。”爱莲应了一声，将鞋底摸了下，确认没有珠子，才放心出门。屋里就剩莫氏与邱继修2人。莫氏敬了邱继修一杯酒，问：“邱妈妈，你这么年轻标致，怎么不再嫁个丈夫托付终生？”邱继修饮下酒，惬意答道：“说起丈夫2字就头疼，哪有现在独自一人快活？”莫氏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身边有个人知冷知热，生儿育女，也有人撑腰不好吗？”邱继修却有不同见解，他分析道：“夫人这就有所不知了，嫁个知趣的倒也快活，可若是像我前夫那样，一个村夫俗子，性子粗暴，浑身臭味，动不动就拳打脚踢，那哪是人过的日子，真上天无路。”
下地无门。幸好他死得早，不然死的怕是我了。莫氏唏嘘，没想到邱妈妈也是个苦命人。两人一言一语，一壶酒下肚，莫氏酒量浅，此时竟是醉了。他对邱继修说道：“我先睡了，你就在榻上睡吧。”邱继修应了声，心底却是狂喜。等莫氏陷入熟睡，将灯吹熄，自己脱得干净，爬上了床。等莫氏惊醒时，生米已煮成熟饭。他不解邱妈妈明明是个女人，为何会变成男人？想要挣扎却挣扎不过，又不敢大声喊叫，怕引来除爱莲之外的人，到时传到张英耳里，怕是性命难保。邱继修在他耳边诉说自己在华严寺里对他一见钟情，费尽心思混进张府，只为一亲芳泽。如今两人木已成舟，休想摆脱他，不然他就出去告诉众人，是夫人主动在先，留他宿在房中行不轨之事。莫氏闻言慢慢停止挣扎。邱继修趁机说道：“出行前，我在殿中求签问卜，灵签上写你我前世结缘，今生缘续，乃是天赐之合。你放心将自己交给我，我定会好好待你。今天我这样行事，实在是相见机会难，无奈只能出此下策。夫人，我是真的中意你，将你放在心尖上。”耳边情话灌入脑中，想到事已发生，看着邱继修俊俏年轻的脸，再加上酒劲未退，莫氏竟然渐渐沉浸其中。这是他在张英那从未体会的感觉。事后，莫氏靠在邱继修怀里，问道：“谁教你做妇人装扮的？”邱继修回道：“这事怎么能让别人知道？自然是我自个想的，买女子衣服，故意将珠子散落，等天色晚了，就说还没寻完，真是好计。”莫氏故意问道：“那要是你告辞，我不留你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邱继修捏捏他的脸道：“到时就说路太远，来不及回去。若是你还是不留我，那我就出门时故意绊一跤，说脚伤了没法走。你就算让我睡丫鬟的床，也肯定会留我一宿。到时我再找机会将这些情话补上，给你哄高兴了，后面自然就好办了。”莫氏悠悠叹道：“我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”邱继修得意笑道：“我们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灵签为证。”两人又聊了会，双双搂在一块睡了。爱莲后半夜推了房门进来，屋里黑灯瞎火，他点燃火折子，在榻上却不见邱妈妈身影，四处望，只见夫人床前一双大鞋摆在那。爱莲一惊，不敢作声，悄悄躺在榻上睡了过去。结果因为他进来时床上两人不知情，到5更天时，床上又闹出动静，直到天明。莫氏催邱继修快些起床，免得被人发现。谁知邱继修刚掀开床帘，爱莲走了过来。爱莲朝他仔细一看，邱妈妈赫然就是男子。爱莲抿嘴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穿着这双鞋出去，一眼就被人看出端倪，等我去重新找一双来。”莫氏在床上听见爱莲说话，羞道：“爱莲，这事瞒不了你，你可千万不要同外人说，以后自然会关照你。”爱莲躬了躬身，轻声回道：“不用夫人吩咐，奴婢也不敢乱说，坏了夫人名节。”爱莲随即出去，悄悄找来别人一双大大女鞋，递给邱继修道：“小心些出去。”莫氏也交代几声，让他从花园后门出去，小心避人，黄昏时再来。邱继修应了一声，装扮成来时模样，由爱莲送了出去。之后邱继修回到华严寺，到殿前拜了几拜，请庙内师傅交代说：“昨天我遇见一亲戚，有事找我，我需要离开几日，我那间房还请帮我留着，留1日我付1日租金，房间内也没其他东西，只有日用之物，劳烦师傅看顾下。”师傅应允。等邱继修从庙里出来时，太阳已下山。他踱步到张府花园后门，轻轻一推，门是开的。
走到园中，露台那莫氏与爱莲都在，见他来了，爱莲忙去将花园两头门都锁了。莫氏对邱继修打趣道：晚上无故入别人家，打死都活该。邱继修坏笑，还有4个字，夫人可知道？莫氏娇嗔一眼，非奸即盗这4个字吗？你今天来是奸还是盗？邱继修上前搂住他，亲热说道：我还是认了倒罢，在这我只是一个偷花贼。两人在月下坐着，爱莲取来酒菜后守在别处，莫氏与邱继修花前月下，赏花赏月倒也十分有趣。自此邱继修白天葬，晚上出，这个秘密只有他们3人知道。转眼已2年，张英差事办完回来复命，中途回家，准备带着夫人赴任。莫氏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忙找邱继修商议：老爷要回来了，到时会带着我赴任，不如你在府上找个抄书的差，到时随我们一起。邱继修问：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？两人谈话间，仆人来报，老爷已经进了城，很快就到门上了。莫氏慌了，一边让下人准备酒菜，一边同邱继修说：邱郎，他马上就要到了，我虽然舍不得，却也不能留你。你先回华严寺住，到时来府上聘个抄书的差，不要忘了。邱继修果真是将莫氏放在了心上，听完哭了起来。莫氏见了也忍不住拭泪道：现在你出去正好，都忙着迎接老爷，发现不了你，快些走吧，晚了怕是没命。邱继修样样的出了后门，爱莲赶紧将门锁了，就开始忙活起来，迎接老爷回家。没多久，张英回了府，莫氏迎上，坐上酒桌为丈夫接风。常言道：小别胜新婚。吃完酒，两人早早睡了。此后几日，张英每日晨起梳洗拜客，上坟扫墓，宴请亲戚朋友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天，张英事都办完，好不容易睡个懒觉，睁眼时天已大亮。他望着床顶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奇怪。莫氏已起床，正在梳洗穿衣，听张英这样说，问：怎么了？张英问道：这床一直都你睡，有没有给别人睡过？莫氏心中一跳，佯装淡定答道：这床除了你我2人，有谁敢睡？正因为如此，张英才觉得奇怪，他不禁问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床顶唾液怎么来的？现在已经干了，不知是什么时候吐的。不是你，就是我，这点小事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见莫氏不怎么在意，张英强调：这事可不小，首先这唾液我从来没有吐过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睡着也吐不上去，不是我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？莫氏心虚，找了一借口说道：对了，前2天我伤了风寒，有些咳嗽，我记得好像是坐在床上穿衣服时吐上去的，坐在床上不吐到地上，反而往上吐。张英心中生疑，正要细问，家中突然有客人来，只能先梳洗待客。等张英走后，莫氏害怕，心中不安，唤来爱莲交代，老爷发现床顶有一块唾沫痕迹，疑心起来。他若问你，你一定要再三为我隐瞒。爱莲回道：不用夫人吩咐，奴婢定不会多言。两人还在商议时，张英会完客，欢欢喜喜回来，也没继续追问唾沫的事。莫氏与爱莲才将提着心放了下去。又过了几天，爱莲在花园采花，张英将她叫到水阁上，随后近身取出一把尖刀，厉声问：夫人床上有谁睡过？我劝你最好1五1十说清楚，不然今天你就别想活了。爱莲吓得魂飞魄散，说道：老爷，只有一个邱姓婆婆来卖珠子，因天晚留宿一晚，天一亮就走了，那邱婆子肯定是男人。张英笃定，爱莲也算中仆，她壮着胆子说：卖珠子的婆婆怎么可能是男人？张英却是不听，又问她住在哪？华严寺。哼，哪有妇人会住在僧房？
张英知道了答案，收起刀对爱莲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爱莲诺诺跟在张英身后。到了池边，张英用力一推，可怜一个年轻婢女，就这样一命呜呼。张英不以为意，又出门往华严寺去。到了华严寺，走到后房，拉着一沙弥问：“师父，这有一位邱姓卖珠子客人吗？我要买些珠子，烦请带我去他住所。”这沙弥见邱继修正好在房间，于是指了指说道：“那一位就是。”张英上前一看，呵，唇红齿白小白脸一个。他问邱继修：“邱兄，你这可还有珠子？我想买些。”邱继修不认识他，只当是普通客人，回道：“卖完了。”张英不依不饶，接着问：“一点也没有了？”“真没有了。”邱继修说道：“若是你真想要，我亲戚那还有。”张英回道：“我也是听亲戚张家奶奶说，曾在你这买些珠子，成色不错，所以我才特地寻来。”邱继修脱口而出道：“张夫人知道我这没有了。”张英问：“张夫人为何对你的事知道这么清楚？”邱继修脸色一红，回答不上来。张英却是恨得牙痒痒，径直回了家。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唤来2个心腹，吩咐他们：“你们2人听着，华严寺里后房那住着一位邱姓卖珠人，你们去同他攀些交情，平日里多一起吃饭喝酒，将他留在那，不要让他走了。这事成了，日后重重有赏。”2人不知大人何意，却也照着吩咐，与邱继修做起酒肉朋友来。之后有下人来报，说爱莲不知什么原因，竟然投水死了。张英见了末世，说道：“我知道爱莲为何而死，她应该是有了私情，趁你不在时，与情人在你床上偷情。我前日发现的口水肯定是她情人吐的，见我前天问起，怕被人知道，一时害怕，直接投水死了。如今倒也死得干净，你安排人去买一副棺材，将她抬到城外葬了吧。”末世心里觉得爱莲肯定是为自己保守秘密才会死去，因此十分苦闷，陷入惶惶不安中。又过了几天，2更天时，张英特意逗弄末世，在人兴起时，说道：“要是有酒吃，才更有味。”末世说：“叫人去酒坊取来便是。”张英为难道：“现在他们都睡了，若是叫人，说我吃酒又不太好。”随后叹道：“可惜爱莲死了，不然他去取就是了。如今只好劳烦夫人跑一趟了。”末世穿好衣服起身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好我去取了。”末世拿起钥匙，点燃一支红烛，往酒坊走去。张英悄悄跟在身后，趁末世往酒缸探去时，他竟直接将其双脚抽起，往缸里一推。没多久，末世就停止了挣扎，命丧于此。张英若无其事回了房，躺在床上，口中叫道：“来2个人，夫人想喝酒，自个去取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来人去看看。”下人应了一声，去酒坊一看，不得了，夫人死了，连滚带爬回来禀告张英。张英闻言假意掉了些眼泪，为末世操办丧事。下棺时满头珠翠，遍身裸体，随后说自个上任时间紧急，需要将棺木寄放在华严寺里。然而就在寄放的第2天，末世的棺木不知被谁撬开，将珠宝首饰、锦衣华服全部偷走了。张英无奈，只得先用下人的铜首饰、粗布衣服将妻子穿戴整齐，重新盖好棺木，一边痛哭一边在后方四处搜寻，看是谁人偷盗。没多久就查出了邱继修房中有末世下葬之物。张英气急，立刻让下人将邱继修抓了，扭到红案院那。红案院只稍稍用刑，邱继修就直接招认，只是说道：“开棺劫财的不是我，但是这其中有一段前生冤孽，小人甘愿一死。”红案院让他细细讲，邱继修却不肯明说，只说让他一死即可，随即画押招认。这可让红案院急了，
究竟有什么隐情？宁愿死也不说。这让洪案院琢磨一天，晚上睡前也在思考。睡到3更时，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婢女打扮模样女子说道：夫人有染，深夜打入酒缸中，婢女无辜，白日被推池塘内。洪案院问：你是谁家婢女？女子答：我乃张英府上婢女，名唤爱莲。大人只需问邱继修，便能明白。洪案院猛然惊醒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第二天，召邱继修复审，一问一答间，事情始末已清清楚楚。洪案院问：张夫人家中有一名唤爱莲的婢女，你可知道？邱继修答：小人知道，只是半月前，此女无故投水身亡。洪案院问：你怎么知道？邱继修答：我曾卖猪给张夫人，借此熟识，因为知道。洪案院问：那你可知道张夫人是怎么死的？邱继修答：听说是晚上在酒坊淹死的。洪案院问：对，我已探查张夫人是有了私情，被张英推在酒缸中浸死，私情与你可有关？邱继修答：是，只是此事只有夫人、爱莲同我知道。如今爱莲溺死，夫人浸死，小人不说无人知道，大人是如何得知？洪案院说：张英昨天写来书信，让我将你斩立决，以正王法。3更之时，我却梦中得知一切情由，你将此事细细写来，我定会秉公办理。邱继修跪下磕头，将事情始末一一写出。洪案院则将梦中爱莲所说之话写出，交给张英看。张英看后大惊失色，求洪大人网开一面，放了自己一马，定会感激涕零，不忘大恩。洪案院却道：一切该由律法来成，不该用私刑决定他人生死，如此行事岂不是罔顾国法于不顾？亏你还是官绅，做事却如此糊涂。此后洪案院上本，手和张英治家不正，无故杀婢，致冤魂不散之事，一一奏闻，不议张英罢职。洪院何书，不为少会，真有直臣风烈，加升3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